陈师姐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常常带我到山里采这个野菊花。在她看来，其他的花再艳丽，也比不上这儿的野菊。只不过前几年她过世以后，我便很少来这里了。师姐，节哀。不妨事。可能对于她来说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她也是联姻来我们陈家的。大婚之前，她和父亲从未谋面，婚后也可谓是相敬如宾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两个从未交心。师弟是不是觉得，师姐作为一个修士，心里总想着这些情情爱爱，实在是太不上进了？师姐说笑了。可惜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世家的女子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命就不属于自己了。只有日复一日的修炼，为家族带来利益。可能有那么一个万里挑一的奇才，能在100年之内获得7派的信赖，从而换取自己命运的自由。但更多的是像我一样。师姐过谦了。入国以来，你刻苦稳重，处事不惊，想必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即便称不上奇才，也绝不是一般世家弟子所能比的。你知道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。其实我今日约你过来，是想告诉你，过些时日，我可能就要嫁人了。对方是齐家的公子，虽从未谋面，但听说他也算是个正人君子。如今战事正酣，人人自危。若我们陈家能与之结盟，共避战乱，所以，京城那一行，我看到魏娘和刘师兄，我竟然有点羡慕他们。至少他们遇到过，相爱过，哪怕最后是天人两隔，也好过于郁郁一生，不得自由，抱憾而终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要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之人？凭什么把我像一个名贵的物品一样，今天给陆家，明天给齐家？凭什么将全族的安危都放在我一个女子身上？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喜欢什么，从来都没有。你能让我靠一下吗？还是你？我知道你很与众不同，你是不是在计划些什么？你能带我走吗？带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去哪里都行，只要这是个自由的地方。
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师弟还是能把持得住，这岂不是让师姐很没面子？难不成师弟你有心上人了吗？师姐，休要拿师弟说教了。承蒙此前多次相救，在此谢过。我也没什么合适的礼物，唯有绣工拿得出手。做了一件衣服，试试合不合身。筑基后期的修士了，也该穿得得体一些。只是一件礼物，你要不收，那我只能丢掉了。哎，多谢师姐。上面还绘制了净尘避水的法阵，师姐有心了。师姐，我这有一些养颜效果的丹药，都是自己炼制的，还请收下，别嫌弃。只要不是什么奇怪的丹药就好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要离谷了。师弟后会有期。保重，师姐。让时光踏过万重山，思念会化作千条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。
西！主人，救救我！主人，收走！不要抛下我们！周姬结丹，大道之路，难道是在骗我们？放手！我叫我放手！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我养的养灵丹用的一些躯壳罢了，居然还敢痴心妄想，哈哈哈哈！还想长生不老？你们不死，我如何能长生不老？如何能千秋万代？救人！主人！大兄，为什么为了你的长生而我要去死？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？不要抛下去，主人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小人休走！主人，看我走吧！救救我们！主人。什么宏愿？说到底，你只是为了一己私利。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你只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。你们是困不住我的。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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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师弟，他是疯了吗？他执念太重。出来！韩师弟的阵法当真神乎其技，以后我可再也不敢得罪他了。不过这阵法只能困他一时，击杀此料还需福宝。他想干什么？没想到还能用到此物。韩师弟，合力一搏吧！
符宝还有这种不计损耗的用法。韩师弟，你可真好客。我也不想啊，门内又不给我补偿。此疗应该也化为齑粉，但为何阵中气息还未消失？没想到你这个阵法五行元素竟然如此丰富，让我找到了突破。只要以血再生，只要我的神魂不灭，你们就无法杀了我。我正好在此修炼破关，结成炸弹，然后我就杀了你。这妖人当真可怕，竟然反过来利用韩师弟的阵法。如果不在这里将他除灭，后患无穷。好了，韩师弟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魏娘，不可，这是靖哥留给你的。魏娘，你刚刚就已经催动了此物吗？这符宝和刘师兄那个是一对儿。韩师弟好眼力。此物名为凤凰符，乃同一件法宝炼化而成。当年为靖哥所得，送给了我。这妖人可化血重生，除之不尽。除了将他焚烧殆尽，恐怕别无他法了。韩师弟，有劳你了，打开阵法吧。魏娘，靖哥，你看，这恶人的血，也可以染出这样漂亮的颜色。九则生变，速战速决。
这个混蛋怎么还不出来？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这下有意思了，这怪物归我，你们谁都别跟我抢！喂，跟你说话呢。你去要花吧，我来弄死他。 换个人打吧，走。一臂之仇，今日必报。快去阻止那人妖化！好。先忍住，不愧是三哥，我来助你。
恢复一次，我斩你一次。很好，愤怒吧。这秘术激发兽性本能，这种场合失去理智，可就离死不远了。还有2个血石呢，小心！宗师兄，大块头交给你了。好，弟弟，不好，是极其猛烈的湿毒。来，没想到能在这儿再次见到你，韩道友，别来无恙。看来你是用升仙令进了黄风谷，还到了筑基中期。所以，在太南小会你就诱骗散修，拜你所赐，吴九只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老天让我活着，就是为等你上门送死。别废话了，万小山道友的仇，今日就一起做个了结吧。去帮刘师兄。你小心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我的猎物。你和那几个不一样，老像个习武的。算你有些见识。我汉州宋家本就是以武入道，看你这样子，难不成以前也是厮杀汉？口口声声不涉世俗，可这世间征战不休，背后都是修仙门派世家操控。你们倒是仙风道骨一团和气，到头来死的都是凡人。你这半人不妖的，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凡人大言不惭？气派的渣子，去死吧！世间强术，无非拦、拿、扎、割、击、引、剑术也是如此，有道是一寸长，一寸强。像你这样粗暴的战术，枉费这炸妖之躯，当真是暴殄天物。你废话太多了。得手了！师弟小心！哥！
你的味道应该也很美味吧？哥。 你的废物同伴又少一个。寒师弟，速战速决，为我护法。这是评估的。 找死！我要亲手捏死你！ 血激发珍宝，刘师兄也太过拼命了。还请听长，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要是心情好，给你立个碑。南州湘西百人将铁罗，杀你们！ 不要留手啊！如今主修的清源剑诀已突破至第6层，等解决秦府的麻烦，再配合上小绿瓶配制的灵药，就尝试突破筑基后期吧。散功，怎么又有散功的迹象了？这三转重元功上说，每当修炼到清源剑诀第6层，应该散功重修3次。像我这样的伪灵根资质，只有这样反复的压缩真元，才能多一次突破结丹的可能。不过散功一事，未免太过疯狂。
这秘籍看起来也不像是全本啊。那妖化秘法能令修为暴涨，想必隐患也是极大的。那些人练完之后，好像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那诡异的血气影响。血凝五行丹可以突破结丹瓶颈，怪不得黑煞教教主估计练的就是此法。不过要像那铁罗一样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，还是算了。看来是暴露了，纵过赶来。韩公子，公子，有您的朋友登门拜访。我的朋友。公子，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的话，小人把他们打出去。行。嗨3哥、4哥、6哥、7姐姐，行。师兄师姐，此番来援，旅途劳顿，韩立感激不尽。师弟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还特地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暴露黄风谷的身份。我们装的怎样？像不像普通凡人？紧赶慢赶，可算是赶上上元灯会了。你来这京城也有些时日了，可去了墨香居？听说京城的牡丹花是一绝，你可见过？哎，京城可有武林高手切磋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赶紧给我们讲讲。哎，韩师弟是奉师傅之命来除魔卫道的，这等凡人之间的戏言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哦，对了，韩师弟，传说中所说的邪教是怎么回事？三师兄明鉴，此教名为黑煞教，常年盘踞在京城，拉拢全国散修入教，实则是用血祭之法残害同道性命，稀释公理。岂有此理！这等血祭害人的邪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门内熊囊是干嘛使的？这等大事，居然毫不知情。韩师弟，你所说的可有真凭实据？我等修仙之人不得干涉世俗王朝，本就是门内铁律。若是仅凭臆断就肆意妄为，长老们听了，恐怕不会太高兴。依我看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七派忙着与魔道交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再加上被害之人大多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七派关注不到，自然无力干涉。根据我收集的消息，这黑煞教共有4个筑基期的玄师侍卫，还有1个教主正在闭关。如今我们几个联手，尚可一敌。但若放任那教主破关，恐怕这邪教就真成气候了。别闹了，你忘了韩大哥说过，那些邪教余孽未除，这段时间要慎用法术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人一旦学会了法术，哪还能过那人间的日子？不过就是个小法术，没事的，采欢姐姐。大哥哥不是说肯定会保护我们的吗？请问大人，已经证实那些散修，半数都是被这2人接走了。一个练气期的孩子跟一个凡人，出事前有人曾见过他俩多次往返秦府。
要不直接把他们抓过来问问？不用了，现在线索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。若是惊扰他们，反而多生事端。你回去吧，今晚的事，先别跟任何人说。是。巡抚，叶舍走了。这灯会那么热闹，咱俩也该活动活动。各位，别再犹豫了。韩师弟好不容易探得了这些妖人的底细，再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老四，你不是最好与人斗法吗？好，既然三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。信哥去，我也去。韩师弟既然请我们来，应该有办法了吧？何不说出来，大家听听？这是先前我在那妖人身上留下的标记。皇宫，皇宫，越国皇宫，御花园，藏书楼。这邪教挺会选地方的。修仙之人绝对不能踏入皇宫，这是规矩。若是贸然闯进去，出了差错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对方就是料到这一点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只怕连这当朝君王也沦为了他们的傀儡。对方分明就是想利用这禁令，让我们投鼠忌器。如果我等就此畏缩不前，岂不是正中其下怀？有的事情，对错本身还不如规矩重要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对错是天定的，怎能相提并论？若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便是。如今敌明我暗，正好指导老巢灭其首脑。我赞成刘师兄。我也赞成。此寮藏在皇宫之事，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忘了说？吴师兄，师弟以为，不管这妖人所在何处，都不该坐视不理。对啊，刘师弟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给句痛快话嘛。对啊，一起去吧。恕吴某不敢苟同，恳求各位三思，莫要自误。告辞。刘师弟，让他去吧。那些魔道水平堪堪，本就无需我们一起出手，少了六师弟，不在话下。有你在，那些魔道一定不是对手。对，有我们三个，足够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大家还是料敌从宽为妙。韩师弟说的对，邪魔虽不足为惧，但他们有四大血誓，还是不可轻敌。可若是再向虎中求援，我想到了，有一个人肯定能帮到咱们。你看，哇，那么多灯哦，太漂亮了！哎，这个鱼可以吧？好热闹啊！这怎么这么韩师弟，这凡人的街市这么热闹，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？这么热闹的庆典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哎，慧瑶，看这儿，哦，没想到咱们修仙界都打破头了，这里还能如此。只怕热闹不了多久，就又是一番血雨腥风。我小时候也经历过战乱，南来北往的军队都打成一锅粥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最后苦的都是黎民百姓。这些邪教妖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一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寝食难安，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刘师兄受过什么刺激吗？怎么一提邪教就这么冲动？哎，你们快看，谁来了？哎，我把咱们的帮手带来了。陈师妹，宋师兄，陈师姐，韩师弟，
你不是总向我打听韩师弟的消息吗？韩师弟就在这儿了。黑煞将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巧仙说过了。他正好在附近的南乌城执行家族任务，一下就答应和咱们一起去皇宫了。最近总是接到前线投来的捷报，守备魔道之事如今也告一段落。如今正好有空，就来京城闲逛一下。如果能帮到二位师兄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了，你们聊，咱们去看花灯，金哥。快，要像我们一样，有话就说，一定别藏着掖着。表姐，去看花灯了。去吧，慢点。等我们。走啦。看花灯，师兄。韩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一直让我在家里修炼，错过了许多人间的繁华。现在看来，竟有些羡慕他们。小妹、爹、娘，还有厉飞羽，你们都好吗？韩师弟，百人枕边小队于燕梁山遭遇伏击，死伤过半。打了几年，就没有一丁点好消息吗？婉儿，师姐，你不是去天都国求援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前线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是好事，前线发来捷报，灵寿山和天血堡打了大胜仗，汉长老带队，一举围困了玉灵宗一支上百人的筑基部队，并杀了2个魔道结丹修士。可是，之前我们的人不是查到汉长老与魔道交往密切，甚至还有书信来往，会不会有往来不假？不过是汉长老假意投敌，为了取得魔道的信任。要不是提前掌握了玉灵宗的行进路线，也不会有这次的出奇制胜。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灵寿山既然能骗魔道，那怎么就不能反过头来骗我们呢？婉儿，慎重一点是好事。不过此战一定不假，多少弟子亲眼目睹，还有结丹修士在此战中陨落。就算魔道和灵寿山真的有勾结，也不会拿结丹修士的命去做戏。哎呀，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啊！啊，跟这帮魔道贼子斗了这么久，终于有点好消息了。哼，挺好。等这战事平息了，我一定要向汉长老请教一番。这些日子我心情低落，指挥战士，全都仰仗你。都怪我，拖累了金国园的战士。师姐，还没有轩儿的消息啊？那魔头行踪不定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把轩儿藏到哪儿去。无妨，过几日清虚门与灵寿山就会来跟我们会合。等大部队集结，我多派些人手，扩大搜索范围，肯定能找得到。鬼灵门王禅，求见云路老祖，烦请通报。王家那小子来了，怎么是来求药的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身体不行了，还是替你老爹求的？前辈您说笑了，晚辈才得一稀罕物，以为与老祖有些渊源，特地登门拜访。稀罕物？拿出来瞧瞧。前辈，请看。鬼灵门王禅拜见云路老祖。
像了。你母亲，她可还好？我母亲。 一晃眼，都这么大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董轩儿。还是这样别扭。师父，师父是正道人士，怎么会与你们魔道为伍？正道，魔道，是谁教给你这么陈腐的说法？所谓七大派，本就是六宗的分支。 几百年前，趁着正道盟和草原人进犯，才分裂出去，谋求自立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过就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。前辈说的这些，晚辈未曾听过。云路老祖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欺骗于你？ 这偃月宗本就脱胎于合欢宗，这灵寿山也是出自玉灵祖，眼下燕家堡也回归我鬼灵门，这七派就快要散架了。真的吗？嗯。看来。 我这做父亲的，是时候给你重新上课了。父亲，老虎的子嗣，又怎能与牛羊为伍？轩儿，从今日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。从今天起。 你不准再修什么黄风谷的功法了，你这天生媚体，就该修炼我合欢宗无上法门。我早跟你说了吧，你应该谢谢我，还不快赶紧认亲，来世。 原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，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。贺喜老祖，今日终于与轩儿师妹团聚了。本座会记上你鬼灵门这份大人情。 不过，你与轩儿怎会相逢？你将她带来此地，她母亲难道没有阻拦吗？母亲？难道是洪福师傅？她是我的母亲吗？回老祖，我与轩儿师妹初次见面是在燕家堡，当时晚辈便看出她身负传承。 话说这黄风谷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竟安排男女弟子共同试炼，分明就是有意撮合啊！看到轩儿师妹当时芳心大乱的样子，你可真要小心啊，莫要让那卑劣之人哄了去，乱了道心。你别胡说！哦，还有这等事？ 那人名叫什么？区区贱名，不值一提。厉飞羽。当然，若不是老祖有此一问，这个名字可不配出现在老祖的耳边啊！你才不配！我就配，我就配。
这古书非寻常之物，可惜只能看得懂卷首的敛气诀，其余文字着实难辨，只能以后再找人解读了。